中国选手为何被裁判红牌罚下场？那是因为他的打法过于残暴，差点酿出擂台血案。不仅火力全开，将日本选手的护持打飞，还一脚爆头将他踢成脑残。这位下手不留情面的中国勇士，就是来自内蒙的佐尔特塞格。儿童时期由于身材较小，性格孤僻，便常常被同学欺负。为了能茁壮成长，父母决定将他送进武校学习拳击，以此保命。然而不学不知道，一学吓一跳。仅1年的时间，佐尔特塞格便展现出了自己在格斗方面惊人的天赋，不仅在同年龄同级别中根本找不到对手，甚至还斩获了多项青少年组比赛的冠军头衔。成年之后，天赋异禀的他也自然而然地成为了一名职业的综合格斗运动员。本场比赛，他的对手就是来自日本的柔术高手中原吉树。此人打法狠辣，地面缠斗经验充足，所迎战的对手几乎90%都被他当场掰断四肢，导致终生残疾。至此，中原吉树根本就没有将出入国际赛场的佐尔特塞格放在眼里，话就不多说了。让我们来看一下内蒙勇士在擂台上的精彩表现。随着裁判一声令下，比赛正式开始。红黑拳套是中国选手佐尔特塞格，蓝黑拳套则是日本高手中原吉树。拳击出身的佐尔特塞格在站立环节根本就不怂，简单的眼神试探后，他便拿着拳脚猛攻对手的内围。不过，征战擂台数十年的中原吉树虽然是柔术高手，但在站立上的能力同样不容小觑。面对中国小伙的步伐压制他在后撤的同时，拳头也不断的进行虚晃。不过这家伙毕竟更加擅长地面缠斗，所以必然不会与对手在站立浪费太多的时间。但还是抢到了一个侧向压制的位置，中原吉树。但首先这是一个50-50的身位，他的头部被控制住了。是，两个人爆发力真好啊。佐尔特塞格的力量也非常非常棒。来转换过来，但是呢，使用这个位置不是太好，而且呢，他要想办法把自己的头部进行一个拖出。来了，拖开之后的话，还是进入到佐尔特塞格的半防守当中。一旦来到地面缠斗环节，中原吉树就像鱼儿得到了水一般欢快。就算他被拿到了脖子，那也没有表现出丝毫慌张，在寻找机会挣脱束缚的同时，还在利用重拳砸击来压制对手。不过中国小伙在地面的表现也不错，在老老实实躺在地上的同时，还尽量限制中原吉树，不让他施展太多的动作。奈何柔术出身的中原吉树在缠斗环节有着绝对的统治力，再加上他多年的擂台经验，这就导致处于下身位的佐尔特塞格表现得非常被动。还是尽量把对方的身体和自己之间的距离拉小，不让对方能够抽出拳头来。没错。中原吉树这个上位打的还是非常非常有经验。来，机会断头台的位置转得漂亮。佐尔特塞格一身蛮力啊，真是一身蛮力。哪有这样解套的？没见过，头一回见这样的。蒙古大汉啊！头一回见把对方挂住断头台的身体举起来，然后单掌把对方拨到地面，这个力量上的差距非常大。现在来看的话，佐尔特塞格要比对方力量再……经过刚才的地面缠斗，相信佐尔特塞格已经对中原吉树的实力有了一定的了解。如果不是因为他天生力大如牛，那恐怕早就已经被锁系了一段脖子了。所以相信在接下来的比赛中，佐尔特塞格绝对会加强自己的防抱摔技术。反观一直在跃跃欲试的中原吉树，看似是想与对手打地面，但只要中国小伙放松一丝警惕，那他必定会在第一时间寻找机会进入地面。此时不甘心被压制的他，虽然表面表现得非常冷静，实则内心早就已经有千军万马在奔腾了。你看，佐尔特塞格手胳膊完全是垂下来的。对，他知道说你的臂展、你的控制距离没法打到我。漂亮，护持打掉了，护持打掉了。哇，中原。今天他是带着一种居高临下的。经过第一回合的对拼，中原吉树貌似根本就没有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，看他这居高临下的态势，应该是想把中国小伙当成软柿子捏了。不过拳击出身的佐尔特塞格岂能容忍被对手在自己擅长的领域压制？但实在是太小看了中原吉树想要赢下比赛的决心了。有一次下前抱摔成功得逞后，这家伙直接拿出了吃奶的力气。无论佐尔特塞格施展什么样的动作与招式，在短时间内都很难挣脱束缚。柔术高手不愧是柔术高手，这么两把刷子没有几十年的功底是很难完成的。转到身后，
但是佐尔特塞格凭借着自己强大的力量再次重新起身，并且再把中原顶到笼边。中原要保护好这段时间他的身上任何可能被击打的部位，因为佐尔特塞格有可能在瞬间扑出的瞬间做一个击打。哦，两个人拉开了。明知在战力不是对手的中原吉树，这场比赛的打法战术非常明确，那就是在地面通过锁技来完成瞬间降服。而要知道，长时间的地面缠斗在耗费体能的同时，还非常考验选手双方的心态。中原吉树作为擂台上的老油条，自然能把控得非常好。所以比赛到这里就考验佐尔特塞格对细节的处理能力。此时被挤在笼边的中国小伙表现得非常被动和无奈。反观中原吉树虽然得逞了，但他的处境同样不是特别的好。两位在都做不了动作的同时，还都不能放松丝毫警惕。中原现在尝试把佐尔特塞格的下肢给捋平。佐尔特塞格这个动作消耗并不大。因为他坐着可以用一个以逸待劳的姿态来反映对手的反应。中原吉树再次在逆境中展现了他那超高的柔术技巧，可以说只要在地面，那就没有什么他施展不了的动作。而佐尔特塞格除了能限制对手的腿部，也做不了其他的招式，只能任由中原吉树转换身位，一步一步地扩大自己的优势。此时时间还剩下1分多钟，按照日本选手记仇的经验来看，在接下来的时间里，他绝对不会给小伙起身的机会，就看佐尔特塞格能不能扛住压力，坚持到回合结束了。相对好一些，但是也处在骑乘的位置。现在的话，中原吉树要把握好自己难得控制住的有利身位。骑乘这位置骑乘的非常深，佐尔特塞格呢也不愿意在下位被动挨打，再翻转自己的身体从骑乘呢现在转成一个裸脚的位置。1分钟的时间。正在进行重拳砸击的中原吉树内心肯定已经笑开花了。反观老老实实躺在地上的佐尔特塞格，只能简单的用手臂限制对手，在地面纠缠这么长时间也没有一个结果，看来日本这家伙的实力其实也一般般。而中国小伙在劣势中也并没有浪费太多的体能进行挣扎，如果让他能安全的回到站立，那对手的下场绝对会特别的惨。终于经过不懈的努力，佐尔特塞格成功用蛮力完成了身位反转。不过他并没有急着发起进攻，而是想要挣脱束缚，不与对手在地面有太多的纠缠。佐尔特塞格的足跟钩吗？应该是在做了足跟钩。佐尔特塞格击打对方的肝区，通过击打来破坏对方的把位。这个角度似乎想做成不是那么容易的。这一下呢，应该是算什么？算倒地的时候做了一个踢击，是不是算了一个对倒地选手头部的踢击算了一个违规了。中原这下的反应不是非常好啊。对，因为刚才是算佐尔特塞格有一个违规动作，对方呢在做足跟钩的时候，佐尔特塞格做了一个自由泳打腿的动作，做了一个打腿踢。经过长时间的等待，最终裁判用一场红牌结束了两人的比赛。最终佐尔特塞格由于被罚下场，中原吉树被迫拿下了比赛的胜利。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，大家觉得中国小伙本场比赛的表现如何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。